这里是贵州鲜为人知的世界自然遗产狮柄云台山。和贵州的其他3个世界自然遗产相比，这里显得默默无闻。其实云台山交通非常方便，门票也便宜，游览起来不算很累。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来游览一下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狮柄云台山。在狮柄可以坐公交车4路直接到景区门口。很多人可能知道河南有个云台山，但在贵州的狮柄也有一个云台山，而且这个云台山还是世界自然遗产。这里的门票是40元。所处的位置是景区，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景区大门的这里，游客服务中心。然后因为是第一次来云台山，游客又少，特意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里面的徒步线路。这边这一段都走完了，然后这边的话就开到灵关这边，因为这段时间下雨是阴雨的。这个云台山没有缆车，全程都可以徒步。如果只走京华线路，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。进入景区，先看到一个紫藤长廊，穿过这个长廊，再走几百米，就到了爬山的起点樱桃湾。从这里开始爬山。贵州一共有5个世界遗产，其中4个是世界自然遗产，1个是世界文化遗产。你能叫得出名字吗？其中这个云台山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大约登了10多分钟的台阶，来到了排云关。这里有个观景点，眼前看到的就是笔架山。狮柄云台山也是喀斯特地貌，但这里的山基本都是白云岩喀斯特地貌，和其他地方的白云岩地貌相比，这里植被更加丰富。这是第一个漂亮的观景台。离开排云关需要下台阶再上去，这里有一段台阶还比较陡。去野牛洞的路因为下雨被封住了，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。一只小蝴蝶在前面带路。云台山之所以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，自有它的优势。山间珍稀植物就有400多种，珍稀动物也有近100种，被称为植物宝盆、动物宝库。和其他景区相比，云台山保留了比较原始的自然生态。这里又有一个观景台，而且云台山是比较少见的没有建缆车和悬崖栈道的景区。因为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，所以保护的比较好，现在是4A 景区。云台山是因为这里的山形而得名，山巅如台，加之云雾缭绕，所以叫云台山。看，这些都是白云岩，不过上面的植被实在是太茂密了。离开这个观景台，继续前往印斗阁。贵州的4个世界自然遗产，一个是荔波喀斯特，包括小七孔；一个是赤水丹霞；一个是梵净山；还有一个就是狮柄云台山。和其他3个大名鼎鼎的景区相比，狮柄云台山确实比较默默无闻。很多人来贵州旅游，
可能都会去到其他3个世界自然遗产，偏偏遗忘了这个狮柄云台山。其实这里奇峰秀丽，更有云海奇观。现在经过了凉风洞，云台山算是贵州东县的探险寻幽的旅游宝地。我个人感觉这里游玩起来不算累，可以当做一次相对轻松的轻徒步。现在来到了云台山最美的观景地，这边是五指峰和印斗阁。景区没人，所以可以好好的拍照。自拍拍出了无人机的感觉。站在山巅之上，遥望五指峰。前面的亭子就是印斗阁。我因是坐公交来的，其实如果能够自驾，可以早一点来，这里可以看到云海。面前的这座山叫五指峰，不过现在是五指并拢的状态，或许过几百万年，这个五指就分开了。今天又是独享景区，来到另一处观景平台。眼前一座座秀丽的山峰，这个位置可以说是云台山最好的观景平台。上面这个亭子叫印斗阁，上去看一眼。这里可以说是一览众山小，算是观景位置最高的一个地方吧。看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有人认为这里是全球最美的白云喀斯特地貌，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。其实云台山也是一个很好的科考科普基地，这里很多地方都有岩石和植物的文字说明。如果游览时间不充裕，到达这里的五指峰和印斗阁之后，就可以下山返回了。我准备继续往前走一走，去老虎背那里看一看。从这里开始，分岔路口比较多，需要看一下地图。我要继续上山，前往老虎背。看，路边有很多这样的科普文字介绍。其实在来云台山之前，心里有点忐忑，怕爬这个山太累。不过至少到这里没有觉得累。当然，整个的云台山分为好几个大片景区，前山是云台山，而后山还有一个叫黑冲景区的，实际上2个是一个大景区。不过几乎没有人从这里直接徒步过去。前面又到达了一个观景平台。
感觉这里也是气势磅礴。这里到达了一个休息站，从这里继续往前就是老虎背，也可以从这里下山。图标显示到老虎背还有1公里。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，今天还没有带伞，好在雨不大。这里又是一个小的观景台。今天的云雾不算多，能见度还可以，但是也没有云海。在整个爬山的过程中，看到2波老年游客，说明这个地方爬起来不算很累。现在经过了宝石院，这里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岩石，旁边也有文字介绍。终于来到了老虎背，这里有个观景台，感觉视野不如印斗阁那边开阔。在这里稍作休息，因为这几天下雨，从这里往前道路就比较危险了，工作人员不建议再往前了，准备从这里返回了。我个人对这个云台山景区的感觉还不错，交通方便，徒步也不算累，普通游客看风景只要到五指峰和印斗阁作为终点就可以了。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没有到黑冲景区看那个一柱擎天，因为去那里基本都要自驾过去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打卡点。今天的徒步云台山景区就到这里。